就在几天前，太阳再一次剧烈爆发，一团肉眼看不见的带电物质正以每秒数百甚至上千公里的惊人速度穿越1亿5千万公里的漆黑虚空，朝着我们脚下这颗蓝色星球扑面而来。科学家给它取了一个冷冰冰的名字，叫做日冕物质抛射。而几乎在同一时间，地球另一端，一位名叫 Lori 的女子坐在镜头前，说出了一句让无数人脊背发凉的话。她说，请立刻做好准备，储备至少2周的物资，因为接下来的日子你们将亲眼见证历史。她还说，一场长达24小时的紧急广播即将开启。这段影片在短短几天之内就传遍了整个华语与英语世界，有人嗤之以鼻，有人却彻夜难眠。那么，这位 Lori 究竟是谁？她口中所谓的天机又到底泄露了什么？今天，我们就一层一层把这件事情从头到尾好好的拨开来看。在正式开始之前，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一种感觉，最近这1-2年，这个世界好像变得越来越不对劲了？打开新闻，扑面而来的总是战争、通膨、天灾，还有各种令人不安的传闻。走在街上，你会发现身边的人脸上都写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疲惫与焦虑。这种弥漫在空气里的集体情绪，其实正是所有预言最肥沃的土壤。当人心惶惶的时候，任何一个声称看见了未来的人，都会被无数双渴望答案的眼睛紧紧地盯住。所以 Lori 这段影片的爆红本身就是一面镜子，它照出的与其说是未来的灾难，不如说是我们此刻内心深处那份对于未知的巨大恐慌。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够真正冷静下来，去看清这件事情的全貌。先别急着下结论，也别急着恐慌。我们今天要做的，不是吓唬你，更不是要你囤积罐头，躲进地下室里瑟瑟发抖，而是把这件事情放在一张够大的桌子上，摊开来，冷静地审视。因为当你把太阳此刻真实的动态，把 Lori 这些年反复说过的话，把此时此刻这个世界正在同时发生的种种全部并排摆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相远比一个耸动的标题要复杂得多，也要迷人得多。这里面有货真价实的科学，有无法被证实也无法被证伪的灵性讯息，更有一整个世代的人面对未知时那份挥之不去的集体焦虑。这3样东西纠缠在一起，才酿出了眼前这一杯让千万人一饮而下却又五味杂陈的预言。而要看懂这一切，我们得先从那颗离我们最近也最容易被我们忽略的恒星太阳开始说起。太阳正在发脾气，这一点并不是什么灵媒的胡言乱语，而是全世界的天文台此刻都能亲眼看见的铁一般的事实。就在2026年2月初，太阳抛出了一枚被归类为最高等级的耀斑，也就是天文学上所说的 X 级，那是耀斑分级里威力最猛的一档。紧接着到了6月底，一个编号4479的巨大黑子区又接连甩出数枚 X 级耀斑，带着大量炽热的物质直直冲向地球的方向。各国的天文机构随即发出警告，预测地磁暴将在7月初狠狠地扰动我们这颗星球的磁场。我们此刻正身处所谓的太阳极大期，这是太阳每隔11年左右就会经历一次的狂暴周期，黑子数量暴增，耀斑爆发频繁，巨大的日珥像失控的火焰一样在恒星表面翻腾扭曲。对绝大多数住在城市里的人来说，这顶多意味着高纬度的地区夜里能看到更加绚烂的极光。可是对支撑现代文明的电网，对悬在头顶的通讯卫星，对飞越极区航线的班机来说，一场够强的太阳风暴却可能是一场货真价实的灾难。或许你会好奇，太阳远在1亿5千万公里之外，它打一个喷嚏怎么就能影响到我们呢？这背后其实有一套相当精密的物理过程。当太阳表面那些扭曲纠缠的磁场突然断裂又重新连接时，会在刹那间释放出相当于数十亿颗原子弹的能量，这就是耀斑。而如果这场爆发同时把大量的带电粒子像一团巨大的云猛地抛向太空，这就是日冕物质抛射。这团粒子云
会在1到3天之内横越那1亿5千万公里的距离抵达地球。幸运的是，我们这颗星球天生就有一面看不见的盾牌，那就是地球磁场。大部分的带电粒子都会被这面盾牌温柔地引导到南北两极，于是就有了那绚丽的极光。但是如果来袭的粒子云实在太过庞大，太过猛烈，它就会像重锤一样狠狠地挤压撼动我们的磁场，在地面的电网与电缆里感应出巨大而危险的电流。这才是太阳风暴真正令人担忧的地方。历史上，人类其实早已经领教过太阳真正的威力。100多年前，也就是1859年，一场后来被命名为卡林顿事件的超级磁暴横扫了整个地球。当时电报系统才刚刚铺设开来没有多久，操作员惊恐地发现，就算他们切断了所有电源，电线里竟然依旧有诡异的电流在流窜，有些地方的纸张甚至被蹦出的火花直接点燃。而别忘了，那个年代人类的文明还远远没有真正插上电。现在请你闭上眼睛，试着想象一下，如果一场同等规模甚至更强的风暴正面砸在今天这个一切都高度依赖电力与网络的世界，会发生什么？卫星可能瞬间失灵，全球定位导航可能大范围中断，横跨大陆的巨型变压器可能被烧毁。而要修复这些精密的庞然大物，需要的往往不是几个小时，而可能是好几周，甚至好几个月。这并不是危言耸听的科幻情节，这是各国的电力机构真正在会议室里一遍又一遍推演的沙盘情境。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太阳格外躁动的年份， Lori 那句警告才显得如此刺耳，又如此难以轻易忽视。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小小的想象，假设那一天真的来了，某个再平凡不过的清晨，你像往常一样醒来，却猛然发现手机没有讯号了，电视是一片雪花，家里的灯无论你怎么按都不会再亮。你走到窗边，看见整条街一片死寂，所有的红绿灯全都熄灭了，超市的门口开始排起了长长的队伍，银行的提款机一台接着一台地罢工，加油站前车子堵成了看不到尽头的长龙。这并不是什么电影里的科幻场景，而是一场足够强的太阳风暴真正可能带来的画面。而在那样的时刻，最先崩溃的往往不是电网，而是人心。恐慌会像瘟疫一样，比灾难本身蔓延得更快，也更可怕。这也正是为什么那些真正有智慧的准备，从来都不只是为了那些看得见的物资，更是为了能够在那样一片混乱之中，稳稳地守住自己那一份难能可贵的镇定。有意思的是，把太阳看作一个超越了物理火球的带有神圣意义的存在，这个念头其实一点都不新鲜，它几乎和人类文明本身一样古老。回头看看那些古老的文明，古埃及人把太阳神拉奉为众神之首，相信法老就是太阳在人间的化身。古老的美洲文明会用最盛大的祭典来迎接太阳的每一次升起与落下，就连我们东方也有着对于天、对于日月的深深敬畏。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古人不约而同的都把最崇高的地位给了那颗挂在天上的火球？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他们用最朴素的观察就明白了，没有太阳就没有庄稼，没有庄稼就没有生命，太阳是万物真正的源头。而 Lori 那套关于太阳会传递能量、会提升意识的说法，某种程度上不过是把这份古老的深植在人类基因里的太阳崇拜换上了一件现代的灵性的新外衣罢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的话能够轻易地拨动那么多人的心弦。那么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这位 Lori 究竟是谁？在西方的灵性圈子里，他其实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他是一位通灵者，也是一位精神导师。多年以来，他透过大量的影片与线上课程，向全球数以10万计的追随者分享他所谓的讯息。他声称自己能够接收来自更高维度存有的沟通，这些看不见的存有，有人称之为高我，有人称之为银河议会，也有人干脆称之为光的家人。听起来玄之又玄，对吧？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触这一类的内容，
很可能会忍不住皱起眉头，觉得这不过又是一套故弄玄虚的说辞。但是，请你先把心里那把急着审判的尺暂时放下，因为真正让他在全世界走红的，并不是这些听起来遥远的名词，而是一个贯穿了他全部教导的核心概念。这个概念，他称之为大事件，或者换一个更具画面感的说法，太阳闪焰。而正是这个概念，把他和此刻正在爆发的太阳命运般的绑在了一起。要真正读懂 Lori， 我们还得把它放进一个更大的背景里去看。他所属的是一整个被称为新时代的灵性思潮。这股思潮在过去几十年里悄悄地席卷了整个西方世界，如今又透过网络蔓延到了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它融合了东方的冥想、西方的神秘学，还有各种关于外星文明、关于高维存有的想象。在这个庞大的圈子里，像 Lori 这样的通灵者其实并不在少数。他们有的谈前世今生，有的谈脉轮能量，有的谈星际家人。而他们之所以能够在今天吸引到如此庞大的信众背后，其实有一个很深刻的社会原因。当传统的宗教在许多人心中渐渐失去了吸引力，当冰冷的科学又无法回答生命意义这样的终极问题时，人们心里那个关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往哪里去的巨大空缺，就需要有东西来填补。而新时代的灵性恰恰用一种温暖的、充满希望的方式，给了无数在现代生活中感到迷失的心灵一个可以安放自己的地方。理解了这份需求，我们就不会简单的把所有相信的人都当成愚昧。在 Lori 的叙述里，人类此刻正站在一场前所未有的意识跃迁的门槛上。他深信，太阳并不只是一颗单纯燃烧着氢气的巨大火球，而更像是一个能量与讯息的传递者，一个沉默却有意识的守望者。他说，总有那么一天，太阳会释放出一道无比巨大的能量脉冲，一道足以在瞬间提升整颗地球频率的闪光，而在那一刻之后，一切都将不再相同。这个说法其实并不是他一个人的独创，在西方许多新时代的社群里，有太多的人都在苦苦等待着这个他们口中的大事件，把它想象成一场席卷全人类的集体觉醒，一次灵魂的毕业典礼，一道分隔旧我与新我的门槛。而 Lori 最新的这一段讯息之所以能够瞬间引爆热议，正是因为他做了一件此前很少有人敢做的事。他把这个一直以来都模糊缥缈的大事件和眼前这个太阳正在猛烈爆发的当下紧紧的、明确的绑在了一起。他反复暗示那扇窗可能正在悄悄地打开。可是这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矛盾，如果这一切真的关乎灵魂的提升，关乎意识的跃迁，关乎一道神圣的光，那么为什么还要囤积整整2周的物资呢？这听起来怎么更像是一份末日生存指南，而不是一段温柔的灵性教导。这恰恰正是这段讯息最耐人寻味，也最容易被断章取义的地方。事实上 Lori 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过世界会就此毁灭，他翻来覆去反复强调的其实是稳定，是平静，是千万不要陷入恐惧。他真正的意思是，当一场足够大的太阳风暴真的在某一天降临，电力与供应链都有可能出现一段短暂的中断。而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刻，一个提前备好了清水、食物、药品还有现金的人，就能够保持住内在那份难得的从容，不至于在四周的慌乱里被恐惧彻底吞没。换句话说，他要人们准备的表面上是看得见的物资，骨子里却是一种面对未知时不慌不乱的定力。这其实和世界各国政府长久以来建议民众在家常备一个紧急避难包的逻辑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只不过当这同一番话从一位通灵者的口中说出，再配上太阳剧烈爆发的震撼画面，它就被赋予了完全不一样的沉甸甸的重量。说到囤积物资，这里就不得不提一种近年来越来越流行的文化，那就是所谓的末日准备者。这群人会系统性的储备食物、饮水、武器，甚至打造专门的地下避难所，为他们想象中的世界末日做足万全的准备。这种文化本身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它同时包含了理性与非理性两个极端。理性的一面在于为天灾人祸做准备本来就无可厚非，但非理性的一面在于当这份准备被无边无际的恐惧所驱动时，它就会慢慢演变成一种偏执，一种对世界彻底的绝望，甚至成为某些人谋利的工具。所以我们必须学会去分辨两种截然不同的准备，一种是出于爱与责任的理性准备，它让你更安心的生活；另一种是出于恐惧与绝望的病态囤积，它反而让你日夜活在末日的阴影里。Lori 的讯息究竟会把他的信众引向哪一种，其实并不取决于他说了什么，而取决于每一个听的人用一颗怎样的心去接收它。现在让我们把视野拉得再宽一些，为什么偏偏是2026年的这个夏天，这样一段讯息会如此汹涌，如此迅猛地扩散开来？答案其实就藏在这个世界正在同时发生的好几件大事情里。这一年，中东的火药味始终没有真正散去，那条扼守着全球能源命脉的荷姆兹海峡航运时常因为冲突的阴影而受到干扰，国际油价也随之剧烈震荡。这一年，不止一位享誉全球的资深投资大师公开发出警告，说全球恐怕即将迎来一场史上最为惨烈的金融风暴。各国多年累积下来的天量债务，就像一座随时可能崩塌的高山，压得人喘不过气。这一年，就连联合国下属的权威机构也调降了对全球经济成长的预期，直言不讳地指出，地缘政治的紧张已经取代了过去的贸易摩擦，成为当前全球最大的不稳定来源。而对我们许多身在台湾或是散居海外的华人朋友来说，那道横亘在海峡两岸之间时松时紧的张力，更是一根始终悬在心头无法真正放下的弦。当战争的阴影、经济的隐忧、两岸的张力，还有太阳的躁动，这么多股力量同时压在人们心头的时候，一段告诉你请立刻做好准备的影片，自然而然就成了这股集体焦虑最容易找到的出口。其实，如果我们把时间的尺度拉得更长一点，就会发现，我们这一代人恰好活在了一个特别动荡的年份里。前几年那场席卷全球的大瘟疫才刚刚平息，它在无数人的心里留下了关于脆弱、关于无常的深深烙印。紧接着，此起彼伏的区域冲突又一次次撕裂着我们对于和平的信心。而在这一切之上，还有两片更巨大的阴云正缓缓地笼罩过来。一片是那看得见的气候变迁，一年比一年更极端的天气，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我们正在耗尽这颗星球的耐心。另一片则是那看不见的人工智慧浪潮，它以一种让人既兴奋又恐惧的速度重塑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甚至我们对于人这个概念本身的理解。生活在这样一个仿佛一切都在松动、一切都在加速的时代，人们心里累积的那份不安是前所未有的。而 Lori 的预言就像一根火柴，刚好点燃了这一整片早已被焦虑浸透的干草原。你或许会忍不住问，这么多的说法，这么多的巧合，难道全都只是偶然吗？这恰恰正是人心最奇妙也最需要我们警惕的地方。我们的大脑天生就是一台超级强大的寻找规律的机器。当一堆看似毫不相关的事情，太阳的爆发、中东的战火、古老的谶语，同时摆在我们面前时，我们会情不自禁地想要把它们串成一个完整的因果分明的故事。这种能力曾经帮助我们的祖先在危机四伏的荒野里一次次躲过致命的危险，存活了下来。但是在今天，它也很容易让我们在一堆纯属随机的杂讯里看见其实根本并不存在的预兆。所以，当你下一次又被某一个惊人的巧合震撼得说不出话时，不妨先冷静地问自己一句：这究竟是命运真正的安排，还是只是我这颗太过渴望意义的大脑替我精心编织出来的一个美丽却未必真实的故事？不过，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停留在恐惧的层面，那就实在太可惜了，因为我们会就此错过 Lori 这一整套叙事里最动人
也最值得反复玩味的部分。在他所描绘的宇宙观里，地球还有生活在地球上的我们每一个人类，其实都拥有一个极其特殊，甚至可以说是无比崇高的身份。他说，这个宇宙已经征战了数十亿年之久，无数的星际种族都被困在冲突与对立的无尽循环里，怎么也走不出来。而人类之所以如此珍贵，是因为我们身上拥有一样在整个宇宙间都极为罕见的东西，那就是情感、喜悦、悲伤、爱恋，还有那让我们时而软弱、时而崩溃的痛苦。这些看似让我们不够完美的情绪，在他的描述里，竟然是整个浩瀚宇宙都在苦苦渴求的稀世珍宝。他相信，正是透过人类的情感，尤其是那份能够感同身受的慈悲，那些更高维度的存有，才终于有机会学会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宽恕，进而为这个征战不休了亿万年的宇宙带来真正的和平。人类在这个宏大的说法里，被赋予了一个令人动容的称号，宇宙的拯救者种族。但是光明的另一面往往就紧贴着阴影。Laurie 的叙事也自然有他幽暗甚至令人不安的那一半。他描述这颗看似平凡的星球上，并不只居住着向往人类进化的善意存有，还潜藏着另一股力量，抱持着与此完全相反的目的。他说，有一种隐秘的企图，想要夺走人类唯一真正的财富，也就是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情感，并且试图把有血有肉的人类一步步改造成一种被彻底切断了情绪的冰冷混种。当你把这样一套听起来近乎神话的说法放进我们今天这个人工智慧正在突飞猛进的时代，一种奇特而深远的共鸣便不由自主地浮现了出来。当演算法越来越懂得精准预测我们的每一个喜好，当荧幕越来越擅长不动声色地操控我们的情绪，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真切地担忧机器是否终将取代人类独立的判断与思考， Laurie 口中那个关于选择的古老警告听起来就忽然不再那么遥远，不再那么可笑了。他说，这是一个属于选择的时刻，而这个选择最核心的分岔口就在于我们是否还愿意用力守住那一份让我们之所以成为人的滚烫的情感。让我们在这个关于情感的话题上再多停留片刻，因为我总觉得这才是 Laurie 整套叙事里最值得每一个现代人深思的部分。哪怕你完全不相信什么外星存有，想一想我们此刻的生活吧。我们花越来越多的时间盯着荧幕，而不是望着彼此的眼睛。我们用一个个表情符号去代替一个真实的拥抱。我们让演算法替我们决定该看什么，该喜欢什么，甚至该爱上什么样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不是也正在一点一点的不知不觉的把自己那份最宝贵的感受的能力亲手交了出去。 Laurie 警告的那个切断情感的混种，或许根本不需要什么外星力量的改造。当我们自愿的把心灵的钥匙交给冰冷的机器，我们会不会就在无意之间慢慢活成了那个自己曾经最害怕的模样？从这个角度看，他那句听起来像神话的警告，反而成了一记敲在现代人心头上响亮的警钟。守住你的情感，守住你感受爱、感受痛、感受美的能力，这或许才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一场修行。接下来我们得好好谈谈整段讯息里那个最抓人眼球也最容易让人肾上腺素飙升的部分，那场长达24小时的紧急广播。这个充满戏剧张力的概念，其实在西方的另类资讯社群里已经悄悄流传了很多年。在他们的想象中，总有那么一天，全球所有的电视频道、所有的广播电台，还有每一个人手中的手机，都会被同一段讯息强行接管，连续不断地播放整整几十个小时，向全人类揭露那些一直被少数人牢牢隐藏的惊天真相。有人把它和一场全球性的大清算紧紧联系在一起，有人则把它描绘成旧世界秩序彻底崩塌的那一个决定性瞬间。这样的叙事，说句公道话，带着极其浓厚的戏剧色彩，也一次又一次被无情的时间证明，终究只是一场又一场的传言。
但是 Lori 把这个概念拿了过来，却赋予了它一层很不一样的含义。在他的框架里，这场所谓的广播未必是字面意义上的电视讯号被劫持，而更像是一种深刻的比喻，象征着一段真相集中涌现，长久以来遮蔽在人们眼前的那层薄纱被猛然掀开的特殊时期。它真正要人们准备的其实是心理上的承受力，是一种足以去面对一个可能在极短时间之内就天翻地覆的世界图景的坚韧的心。说到这里，长期关注我们频道的老朋友心里也许已经隐隐浮现出了某种格外熟悉的感觉，因为这种一个旧时代即将终结，一个崭新纪元即将降临的强烈预感，并不是西方灵性圈子的独家专利。翻开我们老祖宗留下的内部推背图，那几项扑朔迷离、虚实难辨的谶语，千百年来一直被后人反复解读成天下即将大变的种种征兆。再翻一翻内部在民间流传已久的地母经，里头对于某些特定年份的灾荒与动荡，也留下了令人读来心惊肉跳的预言文字。还有民间口耳相传的赤马红羊节，更是把某些特定的年份和一场又一场的劫难紧紧地绑在了一起。而无论是帕克这几年对于世界局势一次次的判断，还是阿南德隔着荧幕一遍又一遍发出的郑重警示，这些来自截然不同的文化、截然不同的时代的声音，竟然像是约好了一般，在2026这个时间点的附近，隐隐地指向了同一个方向，那就是变局。当东方那古老幽微的谶纬之学和西方那崭新缥缈的新时代讯息，在同一个年份与历史的长河中不期而遇，这种巧合本身就已经足以让许多人脊背阵阵发凉了。这种跨越了文化的巧合，其实指向了人类心灵深处一个共通的秘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几乎全世界所有的古老文明都不约而同地拥有一个关于大洪水的传说？为什么从东方到西方，人们的神话里都藏着一段关于末日与重生的叙事？这绝不仅仅是巧合，它说明对于终结的想象，对于一切归零然后再重新开始的渴望，本身就深深地刻写在我们这个物种的集体潜意识里。我们害怕终结，但我们又在某种程度上隐隐地期待着它，因为终结也意味着解脱，意味着那些沉重的、腐朽的、令人厌倦的旧事物终于可以被一扫而空，让一个更纯净、更美好的新世界得以诞生。Lori 的预言还有古今中外那无数的末日叙事，之所以能够一次又一次地打动我们，正是因为它们精准地触碰到了我们内心深处这份既恐惧又渴望的矛盾的情节。看懂了这一点，你就看懂了所有预言真正的魔力究竟从何而来。然而，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反而更需要为自己牢牢保留一份难得的清醒，冷静地说一句实话，关于世界末日，关于天翻地覆的大事件的种种预言，人类其实已经整整听了不止几千年了。从远古那些泛黄的宗教经典，一直到近代一位又一位声名显赫的预言家，那些被言之凿凿地标定出来的末日，一个接着一个地如期到来，却又一个接着一个地悄然落空。那些曾经信誓旦旦让无数人心惊胆战的日期，如今大多都只剩下一长串被冷静记录在案的失败预言的条目。而在这一长串落空的名单背后，其实藏着一个关于人类心理的相当深刻的真相。我们的大脑天生就厌恶不确定，就恐惧那一片看不清边际的茫然。当外面的世界越是混乱失序，我们的内心就越是渴望有一个人能够挺身而出，斩钉截铁地给我们一个确切的答案，哪怕那个答案本身是一个天大的坏消息。因为一场轮廓清晰的灾难也远远好过一片深不见底的未知，而预言恰恰精准地满足了我们这份深埋的渴望。它把我们心里那些散乱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焦虑，一把收拢成一个具体的故事，一个有开头、有高潮、也有结局的完整剧本。这也正是为什么每逢乱世，各式各样的预言总是卖得特别好。历史其实早已经给了我们太多太多这样的教训。就在1844年，
北美曾经有一大群虔诚的信徒被明确地告知，那一年的某一天就是世界的终点。他们变卖了家产，穿上白袍，满怀期待地登上山头，等待着那个注定的时刻。然而，太阳照常升起，日子照常继续，什么都没有发生。这件事后来被沉痛地称为大失望。时间再往后推，到了2000年那个世纪之交，全世界又被一种叫做千禧虫的恐慌所笼罩。许多人真切地相信，当午夜的钟声敲响，全球的电脑系统将会一齐崩溃，文明将会瞬间倒退回原始时代。结果呢？新年的烟火照样绽放，世界安然无恙。再到2012年，那个著名的玛雅历法终结之说，更是让无数人惶惶不可终日，以为那就是人类的大限。可时至今日，我们不都好好的坐在这里吗？这一次又一次的落空，并不是要我们去嘲笑那些曾经相信的人，而是要提醒我们，面对任何一个被精确标定的末日，最理性的态度永远都是多一分审慎，多一分耐心。你可能会反驳，可是这一次感觉真的不一样啊！太阳真的在爆发，战争真的在发生，经济真的岌岌可危。这种感觉我完全理解，但是我必须诚实地告诉你，几乎每一个世代的人，在他们所处的那个当下，都曾经深深地相信自己正活在人类历史上最特殊、最危险的末世。经历过世界大战的人这么想，经历过冷战核阴影的人这么想，经历过各种瘟疫与危机的人也都这么想。这是一种深植在人性里的错觉，我们总是倾向于把自己所处的时代看得无比独特、无比重大。这并不是说我们今天面对的挑战是假的，它们当然是真实的，而是提醒我们，那份这一次一定不一样的强烈感受，本身恰恰是每一个时代的人共同的错觉。看清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够用一种更平和也更长远的眼光去看待眼前的种种动荡。更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打起精神来警惕的是这一类讯息，它们得以病毒般扩散的方式与机制。一段短短的影片，只要它同时包含了足够浓烈的恐惧，足够紧迫的实现，再加上一个看似无懈可击、难以反驳的权威来源，那么它就几乎具备了病毒式扩散的一切必要条件。它会在瞬间激活我们大脑里那套最原始、最古老的警报系统，让我们几乎是本能的忍不住想要转发，想要立刻提醒身边每一个我们真正在乎的人。而在这整个急促传播的过程当中，真相究竟是什么？那个最本质的问题反而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了。这并不是说 Lori 她本人就一定心怀不轨、别有用心。事实上，许多真诚传递这一类讯息的人，他们自己也是打从心底里真切地相信着。但是我们必须分清一件事，真诚并不等于正确。一个真心相信的人，同样完全有可能真心的弄错。所以当我们下一次面对任何一段告诉你末日将近，赶快行动的内容时，最好的态度或许既不是不假思索的全盘接受，也不是不屑一顾的嗤之以鼻，而是把它稳稳地放在自己的手心里，仔细的一寸一寸地掂一掂它真正的分量。在今天这个时代，还有一个全新的也格外棘手的问题值得我们特别留意，那就是眼见已经不一定为凭了。随着人工智慧技术的飞速发展，如今要伪造一段影片、一把声音，甚至一张以假乱真的脸，已经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网络上流传的许多所谓的名人警告、末日预言，很可能根本就不是当事人真正说过的话，而是被人用技术凭空拼凑、剪辑，甚至完全捏造出来的。所以当你下一次再看到一段耸动的影片时，除了掂量它的内容，更要多问自己一句，这真的是本人说的吗？消息的源头究竟在哪里？在这个真假难辨的年代，保持一份对资讯来源的追问与警觉，已经不再是一种选择，而是每一个现代人都必须具备的基本的生存智慧。别让自己成为谣言与恐慌最轻易的猎物。话又要说回来了，
保持一份健康的怀疑，却也绝不等于可以完全的闭上眼睛，麻木的无视一切。而这恰恰正是整件事情最微妙、最需要智慧去拿捏的地方。因为就算我们狠下心来，把所有灵性的、玄学的、无法验证的成分全部剥除得干干净净，只留下那个最坚硬、最冰冷的科学内核，有一个结论，却依然稳稳地站得住脚，那就是太阳风暴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威胁，而为突如其来的状况提前做好基本的准备，永远都是一件无比明智的事。你完全不需要去相信什么银河议会，也完全不需要去苦苦等待什么灵魂的跃迁，你只需要坦然地承认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天灾、停电、断网、物资短缺，这些事情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从来都不是什么罕见的例外，而是反复上演的常态。一个家庭如果平时就默默备好了几天分量的清水与食物，一只可靠的手电筒，一个基本的急救包，还有一些以备不时之需的现金，那么无论最终到来的是太阳风暴，是地震，是台风，还是任何一个意料之外的中断，他们都能够比别人多出一分从容，少掉一分惊慌。从这个脚踏实地的角度看过去， Lori 那句听起来无比耸动的话，其实也藏着一个并不算荒谬的内核。这里其实藏着一个很有趣的思考，一个预言，就算它最终没有应验，它是不是就一定毫无价值呢？答案或许没有那么绝对。你看，如果一段关于末日的讯息最终促使一个家庭认认真真的准备好了一个急救包，让他们在后来某一场真实的地震或台风里多了几分保障，那么这个预言即便本身是假的，它所带来的那个结果却是实实在在的好。同样的，如果 Lori 的话让一个原本只顾着埋头刷手机的人开始重新思考什么是情感，什么是生命的意义，开始更珍惜身边的家人，那么这段讯息也就在无意之间发挥了它积极的作用。我这么说并不是要为任何虚假的预言辩护，而是想提醒你，我们接收任何资讯，真正的主动权永远都在自己手上。同一段话，一个智慧的人能从中提取出让生活变得更好的养分，而一个被恐惧支配的人却只会从中吸收到让自己更加惶恐的毒素。分别不在讯息，而在你。而说到底，支撑我这份从容的，其实是对我们这个物种一份深深的信心。回望人类这一路走来的漫长历史，你会发现，我们是一个多么坚韧、多么善于适应的存在。我们的祖先曾经在冰河期的严寒里活了下来，曾经在一次次几乎灭绝的灾变中重新站起。我们熬过了黑死病，熬过了无数次的战火，也熬过了每一个被断言为终点的时刻。每一次当旧的世界仿佛要崩塌时，人类总能够凭借着彼此的扶持，凭借着那份不肯认输的韧性，在废墟之上重新建起一个新的家园。所以就算 Lori 口中的某些变局真的到来，我也丝毫不怀疑，我们依然能够像过去无数次那样携起手来把它熬过去。这份信心并不是盲目的乐观，而是来自于对人类这一路走来的真真切切的了解。我们远比自己想象的要强大得多，但是我想这整件事情它真正想要提醒我们的，或许还要更深沉那么一层：恐惧和准备。这两件事表面上看起来何其相似，但在本质上却是天差地别，南辕北辙。恐惧是一种被动的、消耗性的情绪，它让你在深夜的床上翻来覆去，难以成眠。它让你对还没到来的明天充满了深深的无力。它让你把宝贵的力气全都白白耗费在担忧那些还没发生，甚至可能永远都不会发生的事情上。而准备却是一种主动的、赋予你力量的行动。它让你在坦然承认风险存在的同时，依然能够脚踏实地，认认真真的过好眼前的每一天。同样是面对那片未知，一个被恐惧死死推着往前走的人，和一个做好了准备之后便安心生活的人，他们两个人的人生质地是截然不同的。Lori 的那段讯息，如果拨开他那层戏剧化的华丽外衣，
最核心的部分其实从头到尾一直都在说着同一件事：不要恐惧，但要清醒。而这短短的一句话，无论你最终信不信他口中的那些看不见的存有，都值得被稳稳地放在心上。说到这里，我想特别对此刻正在荧幕前心里还有些不安的你说几句话。如果你是因为感到害怕才点开了这一段影片，那么我想先告诉你，这很正常，这一点都不丢人。在这样一个充满了坏消息的时代，会感到焦虑，会为未来担忧，恰恰说明你是一个对生活认真、对家人有爱的人。你并不孤单，此刻有千千万万的人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地消化着这份对于未知的不安。但是请你一定要记得，你远比你所担忧的那些事情要强大。你有能力去分辨，去选择，去决定要用一颗怎样的心来面对这个世界。恐惧只是一时的情绪，它会来也会走，而你内在那份想要好好生活、好好守护所爱的力量，才是真正属于你的永恒的东西。深吸一口气，我们一起慢慢来。那么真正落到实实在在的地方，一个既清醒又不被恐惧绑架的人，到底该去做些什么呢？其实答案很简单，也很朴实，甚至有点平淡无奇。准备好几天到1-2周分量的饮用水，以及一些不容易腐坏变质的食物。这不叫囤积，这叫常识。在家里常备一些必要的药品，尤其是那些慢性病患者需要长期服用的，千万别让自己在最关键的时刻断了救命的药。准备一支真正可靠的手电筒，再加上一台可以用电池驱动的收音机，好让自己即便在断电又断网的处境里，依然能够获得外界的资讯，看见一丝光亮。手边也留下一些现金，因为当所有的电子支付系统都在一瞬间陷入瘫痪时，那一张张看似过时的纸钞才是真正还能流通的东西。但是比这一切看得见的准备都更加重要的是照顾好自己内心的那份安定，以及好好维系住你与身边人之间那份真实的连结。因为真正能够帮助我们穿越任何一场危机的，从来都不是地下室里那堆积如山的罐头，而是一颗足够稳定的心，还有在最艰难的时刻愿意伸出手彼此扶持的家人与邻里。这才是这世上最坚固也最可靠的物资。而在所有这些准备之中，有一样是我们最容易忽略却又最为重要的，那就是我们自己内在的状态。在这样一个资讯爆炸、坏消息满天飞的时代，学会保护好自己的心，其实是一种比囤积罐头更为关键的生存技能。你不必也不需要把每一条耸动的预言都往自己心里装，适时的关掉荧幕，走出户外，让阳光晒一晒你的脸，让微风吹一吹你的发，感受一下脚踏实地的真实。多花一点时间去陪伴那些你真正爱的人，一顿家常的晚饭，一次深入的谈心，远比100条末日的预言更能给你真正的力量。当你的内心足够安稳，足够充实，你就会发现那些外界的杂音，那些制造恐慌的声音，便再也无法轻易地动摇你分毫。这才是应对这个不确定时代最深刻也最温柔的智慧。真正的堡垒从来都建在我们的心里。其实如果要我为这个混乱的时代总结出一项最重要的能力，那一定是明辨。所谓明辨，并不是要你变得冷漠多疑，对一切都嗤之以鼻，那样你会错过这个世界所有的美好。明辨也不是要你天真轻信，别人说什么你就信什么，那样你只会沦为恐慌的俘虏。真正的明辨是一种微妙的平衡，是既能够敞开心胸去倾听各种不同的声音，又能够守住理智，去独立地判断什么值得相信，什么需要保留。它是在全盘接受和全盘否定这两个极端之间，那一条需要用一生去修炼的中道。当你真正拥有了这份明辨的能力，你就会发现，无论外界的预言如何喧嚣，无论各种声音如何拉扯，
你始终都能够站在自己的中心，不慌不乱，不随波逐流。这才是这个喧嚣的时代能够回赠给一个清醒者的最珍贵的礼物。如果我们暂且把 Laurie 那一整套关于意识跃迁的宏大说法先轻轻地放到一边，只从一个最朴素、最不带预设的角度来重新打量这个世界，其实有一件事情正在真真切切、不容否认地发生着。这个世界正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过去那些我们曾经以为坚不可摧的秩序，那些我们习以为常、视作理所当然的日常，正在一点一点地悄然松动。气候在不断改变，科技在疯狂狂奔，国与国之间的信任在无声地瓦解，而我们每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都能透过手中那一方小小的荧幕，时时地感受到这股扑面而来的令人心慌的不安。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里，也许我们真正需要的那份觉醒，并不是坐在原地苦苦等待太阳为我们降下一道神奇的光，而是要在自己的心底深处重新学会该如何去面对那份与生俱来的不确定，学会在一片混乱里冷静地辨别真伪，学会在满心焦虑中妥善地安顿自己，更要学会绝不把自己的命运轻易地交到任何一个声称自己已经掌握了天机的人手中。而这种觉醒，它不需要等待任何一场大事件，它此时此刻就已经可以悄然开始。影片就快到最后了，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最初也最令人心动的承诺：你们将亲眼见证历史。这句话乍听之下是多么的震撼，多么的令人热血沸腾。可是如果你愿意真正静下心来好好的想一想，你就会恍然发现，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从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就已经一直在亲眼见证着历史了。我们见证过技术如何一次次重塑我们的生活，见证过这个世界如何在一场又一场的危机里跌倒，然后又重新站起，也见证过无数个曾经被人断言就是终点的时刻，最终都不过只是又一个崭新的开始而已。历史它从来都不是在某一天突然凭空降临的惊天巨变，而是由我们每一个此时此刻的当下一点一滴静静的累积汇聚而成的浩荡长河。所以2026年的这个夏天，太阳或许确实正在爆发，这个世界或许确实正在剧烈动荡。Laurie 的那些预言或许会有一部分应验，也或许会像过往那无数的预言一样，最终只是静静的悄然落空。但是无论结局如何，真正的主角都不是天上的那颗炽热恒星，也不是荧幕里那位神秘的通灵者，而是此时此刻正在安静观看的你。你会如何度过这个充满了各种杂音的喧嚣时代？你会选择被恐惧牵着鼻子一路踉跄地往前走，还是会选择清醒而从容地过好自己脚下真实的生活？你会把最重要的判断轻易地交到别人手里，还是会牢牢守住那一份只属于你自己的独立的思考？这才是真正的天机，而它从始至终都稳稳地握在你自己的手里。如果今天这一段小小的分享能够让你在这一片纷纷扰扰之中多出那么一分冷静，少掉那么一分惊慌，那便是我们最大的心愿了。背好你该背的，做好你能做的，然后抬起头，安下心，认真的过好每一天。因为无论这个世界最终将走向何方，一颗平静的、清醒的而又温暖的心，永远都会是你最可靠也最温柔的庇护所。愿你在这一场浩浩荡荡的历史洪流里，既能看清潮水涌动的方向，也能稳稳地站住自己的双脚。这或许才是所有预言真正想要教会我们的那唯一的一课。愿你我都能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做一个清醒的、温柔的而又勇敢的人。